迎收看小猪分享。凯莉·欧文作为安踏的首席创意官，不仅为品牌带来了自己的创意和影响力，还签下自己的父亲德雷德里克·欧文。而今天要分享的球鞋就是由德雷德里克·欧文所代言的安踏先驱一代。正所谓打虎亲兄弟，代言父子兵，这波算是和李宁的韦德父子阵容对齐了。一开始我也对这个操作不是很理解，但后来搜了一下欧文的成长经历，才知道这笔签约背后特殊的意义。原来欧文是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，母亲伊丽莎白在他4岁时因病去世，父亲德雷德里克从那时起独自抚养欧文和他的姐姐。这对于德雷德里克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，但他不顾一切地为孩子们提供了稳定的生活环境，同时尽力支持他们的梦想。在工作之余，每天都会陪小欧文一起训练，指引他的方向，磨练他的球技。即使家庭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，德雷德里克仍然竭尽全力支持欧文参加各种篮球训练营的比赛，以确保他能够得到最佳的训练机会。在2011年的 NBA 选秀夜，欧文作为状元被克里夫兰骑士队选中，父子二人紧紧相拥。欧文也在镜头前感谢父亲多年无私的支持和牺牲，这是一个承载着多年的努力、艰辛，从而梦想实现的感人瞬间，让人们看到了一位父亲为了孩子的梦想所付出的巨大努力。作为同样出生于一个单亲家庭的我，也是非常的触动。欧文一直是欧爸作为父亲这个角色最成功和骄傲的名片，而在欧文心目中，父亲也是他的榜样，是他生活中的英雄。因此，欧文同样一直很强调家庭对他的重要性，特别是父亲对他的影响。也一直强调生活大于篮球，家庭和家人的地位在欧文心中无可撼动，这点在 logo 欧文之盾的设计中也有所体现。所以欧文此举不仅是一次商业决策，也是他个人家庭情感的延伸，让这次合作具备了更深层次的意义。当然，如果不是安踏的大力支持和成全，也无法完成如此美好的画面。同时，我们的品牌也开始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，一个双赢的局面，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。不过故事归故事，球鞋归球鞋，球鞋还是得靠性能说话。那这双K1 Speed 的表现到底如何呢？那就随着接下来的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。首先，让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基本信息数据。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. Grazie chiedo a te, mio Signore divino,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. Prego per te, Ave Maria, piena di grazia, Signore con te, sia fatta tua volontà,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. Dio Padre, Figlio e Spirito Santo. Amen.手上这个是首发的颜配色，老规矩，我们还是先给这双鞋的颜值来打一个分。整个色彩搭配也是很贴合主题，主要用了橙色、紫色、粉色等高饱和色调组合，给我的感觉像太阳一般温暖和充满活力。第一眼其实让我想起了戈登扣篮大赛上脚过的那双大3的加州落日配色。不过我觉得这个外底用的土黄色显得不太和谐，我试着换成和鞋身配色更搭的橙色大底，你们觉得哪个配色会更好看、更和谐一些呢？跟K1和狂潮6 Pro 一样，鞋面还是会有一些印第安风格的花纹。花纹是通过多种材质纱线、刺绣编织而成的工程网布鞋面，呈现的质感呢还算是不错的。因为欧文的母亲是印第安利延苏族的后裔，欧文也经常为利延苏族群体发声和提供帮助，同时也会在他的球鞋设计中强调对自己原住民文化的认同和尊重。然后跟外底上方处有分别代表着力量、敏捷、专注、速度的4个为欧文专属设计的欧文密码，下方则是母亲伊丽莎白的名字，且用罗马数字呈现出她的生日8月13日。
同时欧文也把母亲的生日分别纹在了手腕上，怪不得欧文总是能命中神奇的关键球，可能就因为每次投篮压腕都有来自天堂之上母亲给予的力量。安踏的色标这次是直接用一根线条勾勒出来，而且还是那种带有笔锋的手写感，让 logo 感觉更加生动简洁和犀利。内侧 TPU 上方处有几个看不太懂的文字组合，其实是设计师团队参考了包括象形文字、甲骨文等字体，从而打造出一款专属于欧文的英文字体。这种标新立异的设计在球鞋设计中还是头一次。我给大家翻译一下，内侧 TPU 上写的就是欧文的英文名 Carry， 这个字体还出现在了鞋面，分别是右脚上父亲名字的简称 Dread 和左脚母亲的名字简称 Leeds， 然后两边也是辅以一子一声像火焰一样的图腾花纹。因为这个配色的英文名是 Twin Flame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双生火焰，所以这两个颜色的火焰也是对应了主题，可能一个代表的就是父亲，一个代表的是母亲。鞋垫上的火焰图案也是呼应了这个配色主题，左右脚也用欧文字体分别写着这个配色的英文名 Twin Flames。 严格来说它依旧是欧文的支线产品，所以鞋舌和外底的后跟上依旧放了一橙一紫两个欧文大 logo， 但不得不说就是质感做工，作为一双899的球鞋来说还是不够好，像中底材料的上色让多处紫色颜料都染到了外底橡胶上，其实这个只要通过先给中底材料上色再组合就可以避免，现在这个质感呢就下降了很多。另外比较离谱的就是鞋头这个和鞋面贴合的位置呢居然是凹陷的，侧面看就不是成一道弧线，感觉像是小号的鞋底站在了大号的鞋面上，好在是穿着和实战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影响。大家可能想说你小子终于逮到机会了是吧？其实恰恰相反我希望所有的国产品牌都越来越好，特别是安踏签了欧文之后，我也希望安踏能借着这股东风在国际市场上起飞。我自己也是真金白银购买了很多安踏的产品，实实在在的支持。但是老实说，目前篮球鞋的做工质感的平均水平还是不如李宁。签完欧文之后呢，我期待的是能一鼓作气大展拳脚，但签约后的作品中呢，最强的还是一开始的狂潮5 Pro， 所以希望安踏还是要继续提高产品品质。我会继续买，继续花钱支持，同时也会继续督促国产品牌进步。即使我的力量很渺小，但是我觉得这是球鞋自媒体应该做的事情。想先着重讲一下鞋楦的部分，这次的鞋楦呢是有点奇怪的。从侧面看呢，鞋面高度不是一个流线型的自然下降，而是在鞋带刚好不能调节的这一节，突然做了一个较明显的收窄。从其他角度也可以看出来，因为收窄，鞋面有一个凹陷的感觉。然后过渡到整个前掌的部分呢，上下的空间却停止了顺势的下降，所以初上脚的感觉就是这一节偏紧，然后脚趾的部分却释放了很多的空间。好消息就是不用担心会有母外翻的情况，但是脚趾部分上下就会有一些多余的空间，包裹就没有中后段那么贴合。本来脚背部分的高度，这样鞋带的调节会很适合高脚背穿着的，但是因为这一节的收缩呢，又变得没有那么适合了，同时也会劝退大宽脚的用户。但是好在鞋面材质这次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，我个人挺喜欢，有一定的宽容度和可塑性，同时兼具强度，上脚穿一小会也会比较适应你的脚型，原本觉得紧的地方也能稍微穿开一些，同时后续还能保持一个不错的贴合度，强度有一定保证的同时，也不会有卡脚面不舒适的情况，所以微宽脚型还是可以尝试的。鞋面带有镂空的设计，原本透气性应该是不错的，但是因为内缺存在，最后只能呈现一个较弱的透气表现。厚实的鞋舌加上后跟两侧的小枕头填充，整个后半段不管是舒适性和包裹贴合度的表现都是不错的，也不会有掉跟的现象出现。那作为文系球鞋呢，这次的灵活性也做得不错，整个边缘都是圆弧形的上包，内侧也安排上了抓地纹路，提供更大面积的抓地和耐磨。搭配前掌的低重心也是很适合突破变向档的，鞋帮高度也是刚好在脚踝之下的部分，丝毫不会影响脚踝的灵活性。同时对变向档来说，大幅的左右横移和急停急起，对球鞋侧向支撑的要求也很高。那这次侧面大面积的 TPU 加外底橡胶的上包的组合，也是完全覆盖了整个外侧中底，中段甚至有一部分爬上了鞋面，然后再搭配上厚度强度都很高的鞋头一圈的热压补强，整个鞋的侧向支撑是会让你非常有信心做动作的。同时鞋面的柔韧性好，也不会让脚有压迫和束缚的感觉。整体上这次的灵活性和稳定性都非常的不错。这次虽然前后掌都做了较为明显的上翘，本来应该是可以有一个很不错的滚动感，但可惜底楦呢没有做好配合，前后落差呢是一个较明显的偏前低后高的感觉，同时前掌也比较扁平，没有一个向前收薄的坡度。如果可以改善这一点，然后后跟降点高度的话，这次前后掌的过渡其实可以更加自然流畅，这部分就有点美中不足了。所以相对较多跑动的打法而言呢，可能会更适合主要是以前掌打法为主的朋友。
中底这次使用的是全掌氮科技，前掌厚度重心非常低，蹬地启动发力给到的回馈也是非常迅速的。如此薄的情况下呢，氮科技还是在用力蹬地时能给到一些微弱的回弹感。我觉得这个厚度的中底材料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算是不错了。其实鞋垫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，这次白色 EVA 鞋垫厚度挺厚的，而且捏上去弹性也不错。带鞋垫的情况下，回弹依旧可以达到56%这样一个不错的成绩。后跟的重心较高，材料更厚的情况下，也会让后掌的回弹感受更明显。无包边的情况下，这次氮科技的脚感呢，也是一个完全的释放，落地也是能起到一个软着陆的流畅落地感受，同时缓震极限也非常高。但是后跟由于是中底氮科技的直接暴露，用手按压也能感受到外露的部分是非常柔软的，所以稳定性还是会因此下降。因此脚踝受过大伤、脚踝力量比较差的朋友就不适合了。从中底的镂空部分也可以看到，中底有一块强度还不错的紫色抗扭片，配合鞋身外侧的加固呢，抗扭不会过剩导致板脚，同时又绝对是一个够用的水平。而且我特别喜欢的是内侧这一块 TPU 上包加固，给到内侧一定的支撑感，能和外侧形成更好的平衡。同时搭配底旋的足弓处的隆起，也能让足弓处的支撑更稳定，且能经久不衰。抓地力同样也是非常出色的，外底纹路看起来很复杂，但其实还是以人字纹路为基础的组合，而且每一道小纹路上面还会有一些细小的纹路，虽然很浅，估计很快就会被磨掉，但是在初期确实能给抓地提供很强的帮助。耐磨的话，目前还没有特别夸张的磨损，硬度数值在63左右。就数值而言呢，既不会是橡皮擦，也不算是顶级耐磨，一个及格以上的水平。重量也是成功降到了3字头，单只43码在395克左右，对比欧文1正代的43码的413克要轻上一些。最后做下总结，这双K1 Speed 是一双很适合外线突破变向档的球鞋，我个人觉得是及格偏上的分数，但是没有出乎意料的惊喜，建议入手价格是4到5开，只要你不是高脚背和大宽脚都可以尝试。虽然没有什么硬伤，但是我个人的角度呢，还是希望每一次新鞋都能有惊喜，能比之前的更好一些。如果鞋线能调整得更舒适，把底线做得更动态，质感做工做得更好一些的话，我觉得整双鞋会更上一个层次。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用心制作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甚至一键3连，感谢你们的收看与支持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